什么？杭州人开始吃屎了？不好意思。咋回事呢？就前2天我看那个抖音上说是那个自来水有异味，但是呢我就划过去了，没仔细看。直到今天呢，我刷到一个胖小，他说他朋友做那个蛋花汤有股屎味儿。这种事我真的是第一次听，是真的吃屎了，区区九转大肠又算什么？怪不得那天我朋友说他做饭的时候闻到一股屎味儿，他煮的是新鲜的鸡，结果那个鸡煮出来一股屎味儿，原来是那个水儿。我服了，这个是公共安全事件吧？天哪！最近，浙江杭州余杭区市民用水发出恶臭的事件闹得是沸沸扬扬。网传有水务局人员出于报复，把饮用水管接到了下水粪水排污管，但是官方辟谣说，导致异味的是藻类产生的硫醚类物质，还把相关视频全部下架。目前，民间的质疑声浪仍在持续的发酵。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一下有关杭州粪水的故事。现在吃屎都要走表了，走的还是稀的那一种。余杭区仁和街道和良渚街道部分区域，就是自来水出现了那种浓烈的臭味，很多人都说是一股屎味，一股螺蛳粉的味道。非常多的那种大爷大妈就跑去超市里面把纯净水全部抢空了。哇，一股粪便的味道。哎呀，都在买水，水不能喝了。完了，这水不能喝了，自来水不能喝了，恶心死了。这给人洗头了，只能喝矿泉水了，完了，恶心死了，臭死了。今天是21号，我们再试一下这个水啊。我虽然没有住过，还是有点怕的啊。好，我们放它个半小时看一下，放了半个小时，看一下成果啊，看一下怎么样子，反正是有点黄。是黄的，是黄的，有点褐色的黄。杭州污水这次混入生活用水的事，真的丢了苏杭的脸。官方最后赔付15吨水也好，5吨水也罢，真的是杭州百姓现在想要的吗？让人没办法接受的其实是水已经进了肚子，这要是被人投毒，杭州这次直接团灭。那个水哦，它不仅仅是臭，而且是里面有很多黄不拉几的东西哈，咱也不知道到底是啥，确实看起来挺像粪水的，但人家辟谣了，说不是粪水，好，那它就不是粪水。但是啊，你说你给居民免50吨水费的这事儿哈，让我感觉有种居高临下的那种恩赐的感觉。你说这事儿是谁造成的？那肯定不能是咱老百姓，对吧？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老百姓是成了受害者了，简直离谱到让人想吐。我就想问一句，官方说的是赔偿15吨水还是5吨水？这到底是不是在糊弄谁？就算赔这几块钱，够不够清洗一次水箱的？这点钱想打发谁呢？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脏东西都已经进了大家的肚子里了，现在说赔偿多少吨水有什么用？难道你把它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真正该做的难道不是立刻彻查原因吗？余杭水务公司的站长，这个事是人干的事情吗？这么大的城市，这个水会是臭的啊？我今天买水买了400块钱，你要给我报销掉去吧？搞得现在大家洗澡又跑到德清去洗澡啊？这个水，哎呀，这是杭州啊，这不是哪个3线、4线、5线城市啊？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好好说一下。我家里煮了2碗汤，还是排骨哎。我妈说这碗排骨今天花了80块钱买的排骨，现在烧起来好嘞，大家都不吃，你要不要赔的？每户赔12元，2万家庭喝臭水。杭州水务这波操作惹众怒。余杭官方通报，因调息原水污染，仁和良渚20个小区自来水出现死老鼠味，水务延迟12小时通报，导致居民饮水做饭。然而大家的真实代价是抢购矿泉水花费超150元每户，12人腹痛就医，净水器滤芯报废价300元。现在教大家反杀攻略：一、保留购水发票加医疗凭证；第二，打12345要求全额赔偿；3、联名20%业主起诉水务过失。
最近这几天，很多当地的网民都在爆料，家中自来水不但有非常大的异味，还能过滤出黄褐色异物，甚至有许多人出现了上吐下泻、皮肤痒等症状。之后的网上传出了公安的通报，称这次自来水污染以余杭区为中心，辐射周边区域近300万居民。水污染的原因是杭州税务集团一名干部因为不满公司的人事安排，修改管网连接指令，导致主城区13处水路接到下水粪水排污管道。该干部目前已经潜逃至越南。2025年的7月19号，杭州余杭区官方发出了通报称，所以粪水是网络的谣言。通报还说，该区仁和水厂16号发生嗅味指标异常，初步查明来自特定自然气候条件下藻类厌氧降解产生的流米类物质等等。由于这起通报回避了关键的问题，并没有说明污染源来自哪里，很多网民都在质疑，这只是为掩盖真相所发的维稳小作文。现在当地很多居民都在抱怨，家里的净水器、电饭锅、烧水壶、洗衣机等进了臭水以后都发臭报废了，要重新购置，但水务局没有赔偿，仅是每户减免5吨水费，用来排放管道内残存的污水。在北京央视微博评论区里，网友们也是纷纷质问，那水的颜色怎么变黄的呢？请问藻类只选了余杭区爆发吗？只说了异味，那黑黄的异色呢？我觉得重点在特定自然气候条件下这几个字里。请问这个特定条件是指什么？之前没夏天吗？之前没藻类吗？不懂纯请教。我们用的自来水的水管是直接接到湖泊或者是河流的水吗？不是自来水公司处理过的水吗？那为什么16号上午就发现问题了，当天下班时间广大居民回家发现了才发通知，并且当时没有告知原因呢？还有网友说原水异常了，那水厂处理原水的环节没发现吗？原水又不是自来水，水厂处理过后才是自来水，自来水厂出水没有质检吗？我问一下调查组的人有没有喝了多少，请杭州市长和余杭区长直播尝尝。我操，都臭半边天了，还是符合标准，他们真敢测出这个结果，不得不服啊！近期衡州某小区居民向媒体展现水质的一个测试结果真的是大跌眼镜，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我想请问检测员，你现场喝给我试一下，你能喝下去我就信了。那问题出在哪里？真的是离了大谱，不愧为富裕的一个城市，满城喝进黄金水，就这样还符合标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社会上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真的是越来越没有下限了。杭州自来水污染这件事，当地可是有食品加工厂的，普通人还可以买矿泉水应急，但是这些食品加工厂可是不会停工的，也就是说他们生产的产品包括饮料、方便面等食品可是会流向全国的。这下已经不仅仅是当地人可以吃到了，我也有可能会买到杭州余杭地区生产的食品。这些产品如果存在问题，是否需要召回呢？5吨水费就能买断300万人的健康吗？我就想问一句，15块钱的水费就想买300万人的安心？官方回应说流迷类物质水质达标，听到这个时候我都差点想要笑出来了。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了还去玩这种文字游戏啊？300万人的健康难道就值得这么被无视吗？用所谓的5吨水费去打发掉300万人，要的是你这15块钱水费的补偿吗？你还不如直接发优惠券得了。说真的，等了这么久，就等来这么一个结果：发黄的水符合标准，发臭的水它还符合标准，牛逼呀！阿里巴巴在余杭区，马云好像也在余杭区，这样的水他们喝不喝？送你们一首诗吧：余杭人民不要闹，就把杭州当汴州。杭州其实在2020年就出现过污水进入到自来水的情况，这都2天过去了，具体什么原因也不说，就给免了5吨水的排水费用，大概20块钱。人家吃喝拉撒2天，买矿泉水都得花多少钱了？家里装了净水机的，至少滤芯得换嘛，那也得花多少钱？有的人甚至都整出病来了。虽然自来水公司是公共服务单位，但人家电力公司也是啊。如果电力公司因为自己原因造成事故的，他一样得赔钱。医院如果出现医疗事故的，他也必须得赔。你说你就免个20块钱，是不是太儿戏了？真的是不把人当人呐。有杭州网友说，这次自来水事件其实是又一次验证了城市的营销再强，
社会幸福感还是得靠具体的个人去感受。杭州不仅水有问题，求职环境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网上很多应届生都在抱怨，因为看到官方的宣传，所以来杭州求职之后发现，在这里你根本就找不到正经的双休工作。而且在杭州找不到工作的不仅仅是应届生，自己周边有好几个前同事，包括前领导，工作经验丰富，至少是5年以上，现在也一样失业找不到工作。找工作界的4大填坑城市，就普通人啊，你能不去就不要去。第一坑啊，就是杭州，就好像从去年的时候开始吧，就各种人才引进、人才补贴的信息就充斥在整个互联网上，就仿佛你只要去了杭州啊，就一夜之间，你不仅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你还能领到各种各样的补贴。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就去杭漂的你过得还好吗？今天已经是7月22号了，满打满算就还有9天就要失业了。这2天也在找工作，就发现这个杭州现在这个就业形势真的不是很好，这很明显。我想问，现在在杭州找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呢？每次打开某某招聘软件，里面不是主播就是什么什么足道，要么就是什么 KTV， 要么就是台球助教，每次打开全是这些，翻来翻去都翻烂了。然后你好不容易找到了吧，你过去啊，人家不招了，人家招满了。期间我也尝试过找厂上班，我前2天还去面试了。现在全是中介，你想进厂全是中介，还不一定，那些厂还不一定要你。22岁保安被开除后，在地铁上那份锥心刺骨的控诉一夜刷屏。他撕开的不是个人的委屈，而是整整一代高学历年轻人如今的共同困境。一个曾经被许诺支持改变命运的群体，如今现实的铜墙铁壁上被撞得头破血流。杭州的这个年轻人绝不是孤立，他代表的是一场席卷千万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危机。大家发现没？今年杭州呢，真的是各行各业都特别的难，特别是从6月份开始，出现了反弹现象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难找，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朋友圈所有的人都在旅游，好像个个都很有钱一样，但现实却有着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现在走在街上，孕妇都很少看到了，连跑滴滴、跑外卖、摆地摊的人也卷不动了。越来越多的实体店转让，现在很多不用转让费也没人来接盘。杭州的新房是真卖不动了，二手市场呢也不乐观，有钱人都不消费了，把钱存在银行，而真正想消费的人呢却没有钱。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